芊芊啊，爱记起赞、个起订阅、起刷介绍给你所有的朋友哦。大家好，我是美食帅芊芊。还记得上一次我们连锁早餐店网友推荐，但我们平常不会点的品项，讨论度非常的高，所以今天呢，我们要来拍一个不同属性的连锁面包店。因为连锁面包店呢，我通常进去拿的就是肉松面包、菠萝面包，就是基本款的。我们这次收集的连锁面包店网友推荐比较隐藏版，也不算隐藏版，但是呢是平常大家不会特别去拿的品项，看看究竟味道是怎么样。那我们就一起来开箱吧 ，Go！ 好期待哟！我爱面包，胖。接下来是一之轩，一之轩的品项看起来非常的多元，1、2、3、4。但首先我们来试试看开心果，开心果最近的制品真的是好多好多好多。本身其实是一个超爱开心果的人，杜拜金丝丹麦卷。我昨天在看我的王室死对头，真的好好看哦，大家有兴趣再可以看。哇哦，它很像那个意式的甜点卡诺里，看起来很酥脆，而且我看到它的介绍说它是跟冠军师傅一起出的。还不错哎，我还是觉得它有一层开心果会有的那个油感，可能因为它是用豆浆下去打，所以它那个膜感有稍微中和掉一点点。这里也来。而且它外面这个千层啊，它的酥皮很酥哎。可是我看到它的介绍，它有说它有放那个面丝，可是我没有吃到面丝，我反而是吃到它外面的这层丝，其实跟它的酱料其实算蛮搭的。而且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它开心果的味道也浓，开心果跟豆香其实意外的有搭哎。很不错。它里面如果放冰淇淋，其实应该会蛮棒的。我觉得一之轩你们可以考虑，给人家乱给什么建议？我觉得你们可以考虑看里面是放开心果冰哎，这个外面的酥皮，上面的糖粒跟这个酱，再搭上里面开心果那个冰，哦，我觉得一定会变热门款。吃完了一之轩的杜拜金丝丹麦卷，我觉得味道还不错。我觉得大家买回来旁边可以放一坨香草冰淇淋，会非常像餐厅吃到的那种甜点。我觉得这个70块很划欸，我们觉得大家有兴趣可以试试看。下一款，接下来是它的盐可颂，它非常的特别，因为这也是跟冠军主厨联名。然后黑色这个是黑芝麻跟黑豆口味，绿色这个我们刚刚一直在瞎猜它是抹茶口味的吧，结果它是那个羽衣甘蓝跟小麦芽螺旋藻的口味。我们就先来吃吃看羽衣甘蓝这个味道好了。大家知道羽衣甘蓝拿去烤会超好吃的吗？会很像饼干，然后就会干它们撒一点盐。哎呀！做成面包究竟味道是怎么样呢？让我来会会你。一开始我闻觉得还好，可是你在用力的吸，后面会有一股菜味。但它其实很厉害哦，它是面包包覆着那个菜味，你好像就用鼻子在吃它。哦，哇，是有内馅的，那也是不错。いただきます。它还是有抹茶味啊。容许我认真看一下它的介绍，有人说是绿拿铁，可是它又跟抹茶的味道有一点不太一样，蛮好吃的，有点意外。你要说羽衣甘蓝味，淡雅的那种感觉，而且我蛮喜欢它面包体的，它其实很有弹性，延展性也蛮好，所以你在咬的时候口感是好的，就是我还蛮喜欢的。但我觉得它盐可以再撒分布均匀一点，因为它这个就有点小融化，然后它现在这一坨在这里都融化，你就觉得就给它们。它有点像我们之前在义美买的那个绿螺旋那个饼干，好像吃起来还不错，你就会有点难想象它是羽衣甘蓝。我来试看黑芝麻黑豆，它跟韩国我吃到那种盐可颂有点不太，因为韩国盐可颂底部是脆脆的这一种，然后这一款是比较健康的类型，所以它底部比较没有那种油油脆脆的感觉。哇，好像在吃汤圆啊！因为它里面可能有加黑豆或是加其他的。那芝麻味道其实浓郁的刚刚好，又很滑顺，面包体口感其实也配得很好。但我觉得唯一的小小缺点是，我觉得它吃起来会比较容易腻，因为像我们在吃汤圆，它那个大小就一定有它的原因在，你可能吃个2、3个就觉得差不多。你觉得它酱料给的很多，然后你会觉得很幸福。对我来说就会腻的比较快一点。我比较喜欢绿色那一款，绿色是谁啊？羽衣甘蓝。哦，对耶，我的盐巴不见了，抱歉啊。那我会觉得腻可其中一个原因，可能是因为我的盐巴刚刚不小心分出去了。如果盐巴会好一点点，这个要跟朋友一起分享。
接下来一之轩的蛋挞来了，有些人说它媲美肯德基的蛋挞，甚至有人说更好吃，而且是日本人发文说好吃，对不对？哦哟，现在期待度很高哦，这个蛋挞，它其实也是这种千层酥皮的蛋挞，它香气很浓哎。但是我首先拿起来，你就有没有一直听到酥脆的声音？哇！完全没有蛋腥味，中间的很像奶酪布丁之类的，很软嫩，浓度很刚好，又不会到太甜。我是有说还可以，我们计划觉得蛮好吃的，我是觉得很不错呢，酥度非常够，这么厚的内馅却没有蛋腥味，又非常的软嫩，对我来说其实是蛮加分的。其实我私心会希望它中间再薄一点点。意外耶，这个如果在回烤热的时候，香气更炸的时候，我觉得一定更棒。甜度以蛋挞来说没有到非常的高。可能花点钱，里面再放点香草，应该不错。但是它如果要卖贵一点，里面放点香草，我觉得应该会味道会更有深度。我觉得它的蛋挞是朴实的味道，你想象得到的蛋挞味道，可是它把那个外层、内层完成度都做得蛮高的，所以以致整体吃起来，我自己觉得它蛮加分的，不会到真的非常的惊艳。可是我觉得以蛋挞这个品相来说，40块然后做这样，我觉得蛮棒的。它在常温下放，你就直接吃，它就已经这么酥脆了。这个在烤过之后应该会蛮不得了的。下一款。接下来是蘑菇玉米派，评价很高，然后说一定要加热吃，所以我们刚刚已经烤过了。你知道我那个拿起来，我就感觉到它又是酥的。我们来吃看它味道怎么样。它哪是像玉米浓汤啊？它就是蘑菇浓汤。我觉得它料给的算蛮多的，因为它是比较咸口味的酥皮，我觉得还行。它没有不 OK， 可对我来说就是中规中矩的味道，没有太突出的觉得哇哦，但也不会觉得它不好吃。然后我觉得蛮加分的点是它的内馅没有放到非常的炸多，就是铺的薄薄一层，每一口都吃得到料。因为它这个味道其实里面的酱料的味道其实算蛮重的。它这个内馅好吃的煮意大利面。吃完的蘑菇玉米派，我觉得它吃起来有点像我之前去雪梨有吃到那种咸派，只是它变成这种酥皮再把它包起来的形式。整体的味道我觉得比较不是只喜欢这个路线，所以我觉得还不错，但对我来说没有到惊艳度很高。不过我觉得喜欢吃咸派的人应该会蛮喜欢的。好，这样子一支轩结束。马可先生呢，我们选了3样是网络上讨论度还蛮高的品项。那我们首先现在吃这个好了，原味黑麦杂粮面包，他已经帮你把它都切好了，这点我觉得超级加分。它其实就是杂粮面包，你有闻到那个杂粮面包的香味吗？哇，它其实是我喜欢的面包哎，因为我自己其实是超级面包控，我比较少买欧式面包，其中的原因是我有个既定印象会觉得超级硬，因为本来它就少油少糖嘛，所以它吃起来当然湿润度不会到很高，可是它也不至于到太干，而且你在咀嚼的过程中，杂粮的那个香气啊，会慢慢在你的嘴巴里面散开，越咬越香。我觉得喜欢吃馒头，但是又不喜欢馒头味道平淡的人的话，应该会很喜欢这一款。这蛮好吃的，有点意外。就它里面蛮多谷物的，就是蛮适合长辈的。因为其实蛮多杂粮面包，其实吃起来也会有点偏无聊，可是就是越咬会越香，而且它里面放很多小颗的小麦粒，你就会觉得咬起来没那么无聊。是不是煎过应该会很棒？外面会脆脆的，蛮棒的，人生第一次吃。像135以现在买面包来说，其实算非常划算。我很喜欢吃边，所以我吐司也不能去边。这一款我私心其实会回购，可是我回购不会单吃它，我会烤过之后，然后上面再切一些酪梨或是其他的，有点把它当成那种早餐的食物，然后旁边会配一块它。大家有兴趣可以试试看，它简单但它不无聊。下一款。接下来是这个优格cheese杂粮包奶素，然后它这个一颗是65块，他们比我想象中的价格划算。我以前学生时期经过马可先生都会觉得它价格稍微偏高。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样子哦，它的延展性其实它就还好，会看得出来是 QQ 的。哇，好 Q 哦！
哦，怎么这么大一块？我现在才发现呢。我有时候可以无视它的热量，默默的就把它吃完了。我现在好像有点懂，而且我现在好像可以理解马可先生的面包路线是哪一种方向的。我觉得杂粮面包的口感都差不多，但这个跟这个就差蛮多。它咬下去的扎实感其实不会很重，因为它 Q 感在嘴巴里面咬起来的那个弹性是还蛮棒的。因为乳酪很大块，所以你在吃的时候你就可以抓，然后这样子沾，你就不会觉得无聊。跟刚刚那款其实有点不太一样，这样子沾，这样吃其实蛮有趣的。吃完了，我觉得这一款味道吃起来不无聊，而且它里面其实蛮多很细致的味道。咬的时候，除了它面包体很 Q 弹之外，又不会干，然后也不会到太硬。嘴巴里面那个咬下去的阻力，其实那个弹性蛮好的。咬一咬之后，除了面包本身的香气，它有优格的酸，有葵花籽的味道，还蛮不错的。因为我觉得以65块来说，这个呈现赞赞。接下来是这个伯爵苹果燕麦豆浆蛋糕卷，哇，好长。这个呢是370元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在网络上评价相当的好，也有卖单片装的。嘿，贴开了，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剖面，很漂亮哎，切一小块，噔噔噔噔噔，有吧？挺美的。好，这一块可以给你。那我就来一个久违的千式吃法蛋糕卷，有看到上面的苹果丁吗？是不是金碎？有点出乎意料哎，它所有的味道都是淡雅的，可是合在一起你不会觉得清淡无味。蛋糕体本身非常的湿润，它是你舌头一压，随着你的唾液这样咀嚼，它就会慢慢化开。然后它的那个苹果丁的酸度不会到非常的高，口感啊跟香气刚刚好。它的豆香其实是很淡，因为通常蛋糕卷不都是奶油嘛，我觉得刚好是一个很不一样的风格。它其实有点像日式的点心哎，就是那种淡雅高贵的感觉。哦，马可先生你哇，这个长辈会喜欢哎，蛋糕卷本身蛮强的哎，灵魂都活了起来，这个蛮好吃的，你要不要吃一口啊？不好意思，我们的外场现在在吃摩斯的那个月亮薯条，超级好吃，推荐给大家。不爱吃甜食的人也可以接受。马可先生，我觉得你们要主攻推一下你们这个品项，不能让它不见。怎么可以这么湿润呢？我现在原谅他名字这么长，因为其实我刚刚很多名字取这么长，他干嘛？现在就觉得值得。我原本想说不用吃完。蛋糕卷有属于我们频道的吃法，是不是？是。永和分店你好，旁边那边是月亮薯条，是不是？会回购推。我们最后开箱的呢，这个第3家网友讨论度很高推荐的品项呢，是我们的圣玛丽。而且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个消失了很久的东西，就是我们的脏脏包。我看网上有说它其实不好订，现场不一定会买得到。现在是谁呢？现在是这个好了。接下来是圣玛丽的奶油烤年糕5入110，这个品项其实在去年非常的红。我也只吃过一家，我那时候没有跟到这一款，但是我们现在终于来吃它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李东海上次跟 Super Junior 来看演唱会的时候有吃到这个，然后就觉得怎么这么好吃。我那时候就觉得哇，那这个品相一定好吃。也不知道他是吃哪一家的，他说好吃，我们就一定要来试试看这个。圣玛丽其实网络上也有很多人评比说奶油烤年糕，它的评分就最多人说是最好吃的，所以我们来试试看它的味道。哇，这个到底怎么做啊？真的超级 Q 哎！你再出一个，它一个面有难色。先讲它的口感，它口感蛮好，因为外面很脆，然后里面是 QQ 软软的。我上次不知道是吃哪一间，是比较偏扎实的，然后那个奶油香气非常的重。这一款的话，我不确定是单间店的问题还是怎么，因为毕竟它网络评价真的很好，我们都觉得有点油耗味，然后里面的年糕有点超扑鼻，所以不知道为什么。所以我觉得大家有兴趣还是可以试试看。看下一款。接下来是这个香椿乳酪蛋糕，也是圣玛丽的，一个是80块。我觉得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，我觉得这价格蛮划算的，但因为我在台北其实住蛮久，但我还是彰化人呢，所以买过的食物蛮多的。以前会觉得好像价格稍微偏高，像欧式面包是不是以前既定印象都会觉得价格偏高，但现在各种东西不停的出之后，现在就觉得这个价格其实就还行。我先给你看一下。
原本应该是嘿，嘿嘿嘿嘿，拍，我给你拍。哇，摸起来那个湿润感跟 Q 感就很不一样，这好像牙齿，你看，可是看起来很漂亮，那个延展性是好的。好吃，因为里面放坚果、核桃嘛，对不对？有带一点奶香，然后它的乳酪啊，因为它其实放很多，你可能会觉得那个负担感很重，但是它不会，它就是淡淡的起司香味，而且它这个皮呀、薄薄的，有自己的口感，里面呢是 Q 的，所以有一种皮薄内 Q， 而且它湿润度也很够，所以你就觉得整体咬起来的口感非常的耐吃，挺好的耶。它跟马可先生又不太一样，因为马可先生里面是包优格，所以酸感比较重。这80不错，你这当早餐呢。哎呦，这个如果稍微加热一下，整体的面包应该会再更蓬松一点。我觉得它加核桃真的不错。圣玛丽的香椿乳酪蛋糕，如果我有看到，我也会回购的品项，就看心情，因为我每次想吃的面包不太一样，我觉得大家有兴趣可以试试看。下一款，接下来这个是血肠泡芙，这个也是他们网友推荐，讨论度还蛮高的一个品项。哦，很软呢，哦呦，它甚至比我还要嫩呢，好像婴儿的。人家婴儿的脸颊，网友推荐说他觉得他太晚遇到这个了，怎么会这么好吃？而且他还吃了非常多口味，有草莓、水蜜桃，就超多口味的。但我们今天买水蜜桃口味，我们来试试看。蛮好吃的耶！它里面的奶油应该是卡士达奶油，因为它下面放了一个饼干，它是有点带奶咸咸的那种味道。然后它上面的水蜜桃，它是水蜜桃罐头，不过整体吃起来我觉得蛮好吃的，因为它外皮软中带 Q， 就算它搭水蜜桃罐头，我觉得它整体的搭配都还不错。哇，大家闹钟可以设起来，这个如果搭大湖草莓一定会很棒。吃完了圣玛丽的血肠泡芙，我整体而言还蛮喜欢的，但是我下次会想要买看其他口味，因为我觉得水蜜桃因为它是罐头，所以我觉得它的香气对我来说会稍微没有那么够，可是它一颗才70块，我觉得是很可以的。我想买看它的草莓季。下一款，接下来是脏包，它还写的 Get Dirty Again， 我只能说，如果大家对脏包有印象，应该有看我早期的影片，7年前超级红的一个面包的品项，然后突然它就整个都不见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自己其实当初在吃脏包的时候还蛮喜欢的，虽然说真的是会把你的手用得很脏，可是现在杜拜巧克力它其实也有点脏包的概念，所以它就是又回归，难道是因为这样吗？我们来试试看它味道怎么样。哇，真的是脏包。脏包吃的时候有一个小秘诀，不要呼吸，就是跟吃提拉米苏一样，它上面撒了非常多的巧克力粉，所以如果你呼吸会出代誌，会呛到。可是如果被脏包呛到的时候，你整个人会发黑。这个到底为什么之前会突然消失啊？いただきます。你有看到吗？超黑，蛮好吃啊！苦甜巧克力，它除了外面的巧克力之外，它里面还有放那种巧克力块，所以你咬的时候都会有不同的口感，巧克力就会非常的浓郁。但我蛮喜欢它的那个面包体本身，蛮有空气感，很蓬松，然后又不会难咬，然后桌巾又脏了，糟糕呢哈。如果大家喜欢吃脏包，可是又不想弄脏手，我觉得最好的方式是用刀叉。我真的不夸张，因为你用刀叉切一整块，然后你切小块，整个吃进去，你就不会觉得那么脏，更容易呛到了。可是整体而言，我觉得味道不错，苦甜巧克力大人会喜欢的，然后小朋友的话，大人不会喜欢，也规辛苦弄的 OK。我觉得它比较不耐吃，吃一小块刚刚好。可是如果吃2-3块，到底谁面包吃2-3块？我。因为它巧克力是用苦甜巧克力，你觉得它整体的那个质感，我觉得有拉上去，稳重度还蛮够的。如果是只有甜的，上面有擦巧克力的那种，有时候吃一吃会觉得好像在吃小朋友，有点小朋友口味的感觉，吃你也不会有那种享受感。可是我觉得它的味道是有的。来了，我觉得不要让小孩子吃这个，出代誌。这个的话，我是看心情回购。
吃完了我们今天的连锁面包店网友推荐的品项，其实有蛮多品项真的不是我平常会买，像我今天就是第一次吃马可先生，我只能说他的蛋糕卷真的有让我惊艳到，而且以前我对于马可先生的印象，每次经过其实都没有进去逛过，因为一直觉得它价位偏高，但这次开箱下来就觉得，它其实价位还蛮漂亮的，那个蛋糕卷，我觉得大家有兴趣真的可以试试看。我推荐给口味上不是那么重口味的人，因为我觉得细致度跟完成度真的蛮高的。还有开箱圣玛丽的评价也蛮对。然后今天最让我意外的其中一个是一之轩，因为这算是我第一次吃一之轩，然后我觉得它整体的细节度算还不错，有点让我小意外，因为像刚刚的卷，然后还有那个可颂都是，我觉得大家有兴趣可以试试看这几个品项，然后也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次连锁面包店网友推荐的开箱。我自己这样整体开下来觉得很有趣，有点像上次早餐店我平常固定会点的就那些，结果因为网友推荐我又多去试了其他，就有一种发现新大陆的感觉。希望大家有去尝试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说，如果还想要看什么连锁店的开箱，也欢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，我这个full coma sugar high 的人要下线了，大家拜拜，耶。